薛阳娶我是迫于长辈的压力，他不爱我，也不在意我，就连结婚纪念日，他也在陪着白月光。后来，他向我提出了离婚。我曾问过他，如果我怀孕了，能留下吗？没有如果。他顿了一下，又说只能拿掉。可当我从手术室出来，他却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薛阳还没有回来，或许今晚都不会回来了。好友转发过来的照片，虽然只是个背影，但也不妨碍自己一眼认出男人和他的白月光徐小雨。结婚3周年纪念日，合法丈夫却在陪着白月光，想想都有些好笑。看着自己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，我抬手扔进了垃圾桶，随后起身上了2楼的主卧。手机却在这时响了，是薛阳的电话，过来接我。还没开口，又听到：你存心想气我是吗？明知道我讨厌他，你还让他过来。要不是他，我们也不会分开，我也不会一气之下出国。你让他滚！啪的一声，电话掐断。是徐小雨。我难受地蹙起眉头，白皙的手指微微蜷曲，握着手机的指尖有些泛白。看样子，他们吵架了。不过有一点，徐小雨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拆散他们的罪魁祸首。当年，薛秦两世的祖父辈曾定下一桩婚事，以此交好，但因生的都是儿子，婚事就落到了孙子辈薛申和我身上。可一次意外，薛申在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，当场去世。有人说我命不好，父母早逝，和我有婚约的薛申也出车祸没了。但薛奶奶还是力排众议，让当时有女朋友的小孙子薛阳分手娶我。而徐小雨在得知这件事后，一气之下出了国，听说上个月才刚回来。我放下手机，去衣柜拿了套睡衣裙，走进浴室。别人吵架，我不会自讨没趣。薛阳要真想让我去接，发信息就行，大可不必打电话回来。之所以打电话，无非是想利用我气徐小雨罢了。洗完澡，吹干头发，我刷了一会儿视频就睡了。半夜，薛阳回来了，床沿他下去瞬间，他翻身将我压在身下。薛阳对我，从来只有那方面的事，可我心里始终压着口气，伸手推了推他。我今晚不是很舒服。是不舒服，还是生气了？他话音未落，就抵着我的唇吻了上来。我知道抵抗已经没用了，所以任由他折腾，直到后半夜，薛阳才彻底厌足。他有很严重的洁癖，可这次
他反而先点了根烟，烟雾弥漫，我看不清的又何止是他的脸，因为他接下来的一句话，就让我愣了好久。阿叔，我们离婚吧。下周是薛奶奶60大寿。薛洋说奶奶年纪大了，离婚的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她。我没有异议，也不想再纠缠了。薛洋要能爱上我，也不会在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时刻抛下我去陪他的白月光。不如放过薛洋，也放过自己。生日这天，薛洋照常来接我，他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也尽力配合他，扮演着一个合格的妻子、孙媳妇。薛奶奶却拉过我的手，苦口婆心地说：奶奶最喜欢的礼物，是你们赶快让我抱上曾孙。结婚好几年了，还不抓紧要一个孩子。不等我开口，薛洋率先替我回答：奶奶，阿叔还年轻，这些事等过几年再说也不迟。说着，他大手搂住我的腰。是吧，老婆？腰间的手力气很大，仿佛在警告我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。我苦笑一声后配合道：我暂时还不想要孩子。回去的路上，薛洋突然问奶奶今晚说的话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他问的是什么。可我能有什么看法？且不说我跟薛洋已经离婚了，就算没有离婚，薛洋每次措施都做得那么好，我又怎么会怀上孩子？但还是忍不住想问，如果我怀孕了，能留下吗？没有如果。他顿了一下，又说只能拿掉。今晚好像不宜出门。薛洋因为一通电话，半路将我赶下车。叫了网约车后，司机又因抢占车道与后车发生追尾，我不幸撞到了额头。到医院后，却撞见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：薛洋和他的白月光徐小雨，两人举止亲密。薛洋更是一脸担忧地看着他，鼻尖的泛酸让我忍不住眨了眨眼，缓了一下情绪。我避开他们走进急诊科室，原以为自己伪装得够好，可还是在医院门口撞上了薛洋。他见到我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意外，反而给我一种早就知道我在医院的错觉。生病了。我嗯一声后就要走，薛洋伸手抓住了我。我下意识看他，什么病？他余光扫见了我藏在身后的报告，伸手去拿，被我挡了下来。我僵硬地扯了扯嘴角，只是简单感冒，不是什么大病。薛洋不信，执意要看一眼我的检查报告。见我不给，他脸色一沉，秦叔，不要耍小聪明。如果是怀孕，立马去打掉。我难以置信地看向他，突然就笑了。原来他不是担心我，
而是怕我怀孕了会威胁到他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将检查报告甩在了他身上。你放心，如果真怀了，我一定会打掉他。一语成真。去医院复查时，我不幸检查出了怀孕。医生说刚满1个月。算算时间，是薛洋白月光回来的那晚。他喝得烂醉，比起平常克制的他，那晚却要了我3次。事后我才发现他没有做安全措施，但那晚是我的安全期，我也就没太在意。没想到就这一晚，我就怀上了。走出医院时，我还有些恍惚，完全没有留意下雨了。等反应过来，已经淋湿了不少。即便到家，立马洗了澡，换了身干净的衣服，可还是感冒了。后半夜还发起了烧。薛洋什么来的我都不知道。他抱起我，就要往外走。我挣扎着让他放下来，薛洋反而越抱越紧。低沉的嗓音透着些不易察觉的关心。你发烧了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听到医院2个字，我挣扎得更厉害了。我没事，你放我下来。或许是没有想到我反应会这么激烈。薛洋愣了愣，我顺势从他身上下来。你这么抗拒？他顿了一下，目光看向我平坦的小腹，是避嫌还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薛洋敏锐的直觉让我慌了神，想否认，他却抓过我的手。去医院。车到半路，薛洋再一次将我赶下车。同样是因为一通电话，同样是徐小雨，这大概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。薛洋对我说抛弃就抛弃，对白月光却有求必应。有什么滚烫的东西从眼角滑落，我伸手过去，果然摸到了一片湿润。但最后我还是打车去了医院。医生说我刚怀孕，不建议使用药物治疗，让我试试看能不能硬抗。硬抗不了，这孩子注定留不下来。可医生却告诉我，如果打掉这个孩子，以我的身体状况之后很难怀上。希望我考虑清楚。回到家，我烧了杯热水喝下后就准备睡了，手机却在这时响了。这个点能给我打电话的除了薛洋，我想不到其他人。可折腾了一晚上，我根本不想动，但电话那头却不肯给我喘息的机会。接通后，是薛洋不分青红皂白的质问：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我脸下眼皮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发烧还没完全好。薛洋闻言，语气才缓和了些。看医生了？我嗯了一声。没什么事，就先挂了吧。正准备挂断时，电话那头却传来一道娇软女声：阿阳，小宝烧退了，今晚幸好有你。电话什么挂断的？我不知道，只记得那晚我一夜无眠。
这几天总是不舒服，医生说是正常的怀孕状况，让我别担心。准备去缴费时，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突然叫住了我。我循声望去，就看到了薛洋的白月光徐小雨，他身边带着一位3岁左右的小男孩，楠，叫阿姨。小男孩闻言听话地叫了我一声，我僵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反倒让徐小雨注意到了我手中的产检报告。他试探一问：“秦小姐怀孕了？”我知道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了，缓缓点了点头。徐小雨嫣然一笑：“方便聊聊吗？”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聊的，但还是去了。到咖啡店后，我让徐小雨有话不妨直说。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小男孩后，对我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。”我抿紧了唇，等他说下去。他姓薛，叫薛楠，今年3岁了。徐小雨顿了一下，又笑着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他是阿阳的孩子。哪怕我早就猜到了，可真亲耳听到，还会忍不住指尖颤抖。也就是说，薛洋在和我结婚时，徐小雨就已经怀孕了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是阿阳的吧？”没等我回话，徐小雨又说：“我希望你能打掉他。你跟阿阳已经离婚了，我不希望阿阳跟你之间还有瓜葛。这也是阿阳的意思。”末了，他又补了一句。第2天一早，薛洋突然给我打来电话，原以为他是来质问我怀孕的事情，没想到会是徐小雨的孩子生病了。他说是吃坏了肚子，而我昨天给了那孩子1颗糖。人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。那颗糖明明是那小孩趁我不注意翻我的包拿走的。事后，徐小雨还说就1颗糖而已，让我不要斤斤计较。现在生病了，过来倒打一耙。可当我将事情经过说出来，薛洋却道：“小雨说你怀孕了。”我就算再傻，也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。所以你是觉得我会为了自己的孩子去伤害别人？薛洋沉默。但这跟变相承认有何区别？我气笑了，指尖狠狠嵌入皮肉里，疼痛让我有了一丝冷静。薛洋，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？就像当年奶奶让你分手娶我一样，是个不择手段的人。但你不要忘了，当初是你自己过来跟我说愿意娶我的。这件事从头到尾我都没有逼过你，也没有欠你什么。如果非要说欠，想起往事，我不由握紧了手机。也是你欠我。当年你训练溺水，是我救的你。于情合理，你是不是欠我1条命？话音未落，薛洋难以置信的声音透过手机传来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怎么？你也会选择性失聪吗？”可电话那头却传来关门声，紧接着就是薛洋急促的呼吸：“秦叔。”
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过去找你。闻言，我掀起眼皮看了一眼面前的手术室，随后平静开口：医院妇科。你不是觉得我会为了孩子去伤害你跟徐小雨的孩子吗？我顿了一下，勾唇浅笑。以后不会了。电话那头还想说些什么，我已经挂断电话，走进手术室。从医院回来，我向公司请了假，准备在好友家休息几天。至于薛洋，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听好友说，薛洋找我都找疯了，甚至还报了警。薛奶奶也因此知道了我跟薛洋离婚的事情。一气之下，进了医院。好友让我别出面，因为薛洋的母亲陈琳也来了。自从薛深死后，陈琳就将他的死怪罪在我头上。哪怕我跟薛洋已经结婚3年，他都没有承认过我这个儿媳妇。可作为晚辈，我不能不去。再加上薛奶奶又那么疼爱我，于情合理我都应该去。到医院后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长椅上的薛洋。比起从前长亭鹤立俊朗的样子，如今的薛洋从里到外都透着股萎靡不振的丧气。他见到我，眼里闪过一丝不可思议。或许他也没想到我会来。我避开他的视线，走进病房。他却一把抱住了我。我挣扎了2下，没能推开。薛洋沙哑的嗓音在耳边响起：为什么拉黑我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当年救我的人是你？为什么？我眉头一皱，有些奇怪。还未等我说些什么，薛洋又说：阿叔，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？我们复合吧。你别离开我。够了。我不知道薛洋突然抽什么风，但我实在没心情跟他耗下去，用尽全力挣脱他的束缚。刚准备抬脚，又听到：秦叔，我喜欢你。我一直喜欢的人都是你。至于徐小雨，是你为了报恩才跟他在一起的。我打断薛洋，转过身，问他：是这样吗？薛洋沉默了，我却笑了。这么老套的剧情还真就让我给撞上了。好友一开始跟我分析我还不信，如今见到薛洋这反常的行为，我信了。良久，薛洋才沙哑着声音说：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你。而且你不是怕水吗？我是怕水。说着，我回过头看着薛洋。但那个人是你。因为2家联姻的关系，从小我跟薛洋玩得最好，甚至在不知不觉的相处中爱上了薛洋。薛奶奶也有意撮合我们。直到大2那年，薛洋与人打赌游泳。我不知道打赌的内容是什么，但我知道薛洋特别在那场比赛结果，不仅专门请了游泳教练，每天晚上还会偷偷跑到游泳馆练习。
那时的我怕薛洋吃不消，想着去劝一劝，没想到刚好撞见了他溺水。第一时间想的是下水救他，但我怕水，这一点薛洋是知道的。但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克服了恐惧。救薛洋上来后，我却因为体力不支昏倒了过去。等我醒来，却听到了一个传闻：薛洋与人打赌是因为徐小雨。听说那人也喜欢徐小雨，所以他们俩公平竞争。果然没多久，薛洋就公布了自己的女朋友。薛洋公布恋情后，我的联姻也改成了薛洋的大哥薛深。但造化弄人，兜兜转转，还是我跟薛洋结婚了。想想都有些不真实，跟做梦似的。薛洋的声音打断了我思绪。对不起。薛洋想拉过我的手，被我躲开了。阿叔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算我求你了。我后退2步，与他保持一定距离。太晚了。不晚。我薛洋顿了一下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你不是怀孕了吗？孩子打了。”我打断薛洋：“如你所愿，不是吗？”薛洋愣住了。他其实一点都不想打掉这个孩子，只是徐小雨一直拿救命之恩逼他，他没有办法。薛洋想解释，病房里却传来一道慈爱的声音：“小叔来了是吗？”薛奶奶问我是不是真的跟薛洋离婚了。我点了点头。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了。事已至此，薛奶奶也不好说什么，只是将薛洋狠狠训了一顿。我让薛奶奶保重身体，别气坏了身子。而薛洋始终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任由薛奶奶奚落。走出病房时，我听到了薛洋母亲陈琳的声音：“妈，婚离了就离了，他就是个不祥的人，要不是他阿深也不会死。”薛奶奶只是叹气，是我们薛家没福气。薛洋却在这时开口：“妈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大哥的死根本不关阿叔的事，是大哥想去见蒋清才发生的车祸，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怪不了任何人。蒋清是薛深的前女友，听说是陈琳看不起对方的出身，以死相逼才让薛深分手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还余情未了，那就不难说通了。见我没走，薛洋有些惊讶。我忍不住质问：“你早就知道了是吗？”薛洋愣了一下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家里处境这么艰难。是不知道，还是不关心？我不信薛洋会看不出陈琳对我的为难，我也不信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”说到底，顿了顿，我自嘲一笑：“你的心也不在我身上，这才会什么都不知道。”不是。薛洋想为自己解释，可我已经没有耐心听下去了。这些天太累了，还不如趁早结束。叹了口气后，我对薛洋说：“
找个时间去民政局把离婚证拿了吧。去民政局那天，薛洋姗姗来迟。走吧，快下班了。薛洋没动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皱了皱眉。薛洋，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耗。薛洋却拉过我的手，哀求我听一听他的解释。对此，我犹豫了。以薛洋的性子，不死心是不会放弃的，倒不如把一切都说开。他问我还记得沈恒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大二那年，沈恒对我一见钟情，后来更是对我展开猛烈追求，但我一颗心全在薛洋身上，便明确以及直接地拒绝了他。薛洋却告诉我，当年的赌约是他跟沈恒的。他知道沈恒喜欢我，也知道了纠缠我的事情，所以他就和沈恒打了个赌，只要沈恒输了，就不能再纠缠我。难怪自那以后，沈恒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听完这些，我忍不住问，那徐小雨呢？薛洋说，徐小雨当年冒名顶替了我救命之恩，唯一要求那便是跟他在一起。果然如此。好了，我现在知道了。去离婚吧。见我还要执意离婚，薛洋有些崩溃。秦叔，你的心就这么狠吗？我都解释到这份上了，我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有些想笑，可怎么都笑不出来。好一会儿，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因为我的孩子再也回不来了。这够了吗？婚最终还是没能离成，因为薛洋的奶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。我跟薛洋赶到医院，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而陈琳见到我，二话不说给我一巴掌。他言语中也都是在责怪我。我没有和他争吵，想让奶奶安安静静地走。一直到料理完奶奶的后事，薛洋都没有主动提离婚的事情。我以为他是忙忘记了，便发信息问他什么时候有空去把证拿了。薛洋没回。我是急性子，当天就出现在了他公司楼下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徐小雨和他的孩子也在。他见到我，似乎有些心虚，带着孩子就要走。我出声叫住了他：“来找薛洋的吧。”徐小雨瞥了我一眼，我朝他笑了笑。巧了，我也是。不如一起。说着，我也不管他同不同意，直接找了张椅子坐。徐小雨犹豫了一下，最后，他也坐到了我旁边。我勾唇浅笑，猜得没错的话，徐小雨应该不止一次来找薛洋了。至于薛洋，应该是没有见他，所以他又怎么会错过这个现成机会？没多久，薛洋就下来了。见到我和徐小雨，他眼底闪过一丝惊讶。
徐小雨起身带着孩子上前。阿阳，孩子想爸爸了。徐小雨话一出，在场的人皆投来异样的眼光。薛阳却看向我，我冲他微微一笑：“你先处理好，我出去等你。”可谁知，薛阳竟追了出来。那孩子不是我的。薛阳说他从来没有碰过徐小雨，哪怕在一起的那些年。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可以炫耀的事情。毕竟他对我的伤害又没减少，这和我无关。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谈离婚的事情。薛阳盯着我半晌，随后他逃避似的丢下一句：“我还有工作，先去忙了。”就头也不回地走进公司。薛阳，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？薛阳脚下一顿，没回头。我乘胜追击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，还不如好聚好散。薛阳终于有了反应。你就这么想离婚？我淡淡一笑。不是你提的吗？薛阳被我堵得无话可说。他坐上了电梯，消失在了我的眼前。我以为离婚仪式还要拖很久，没想到周一上午，我就收到了薛阳的信息。我拿着材料赶到民政局。薛阳早早就到了，见到我，他没有多余的话。事情顺利到我不敢想象。走出民政局，薛阳提议送我回家。我笑着婉拒，因为我已经订了去往别的城市的飞机，好友已经帮我收拾好行李，现在就要出发了。薛阳还是执意要送我。我借口上厕所，却上了网约车。番外：3年后，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我因为着急，与前车发生追尾，马上就要迟到了。我下车，想着能不能私了。可当我看清对方后，不禁愣在了原地。是薛阳。见到是我，薛阳也有些惊讶。能私了吗？我可以全责，后续维修费用我都可以报销。怕薛阳不同意，我又补了一句：实在是太赶时间了。合作方又已经在路上了，我没时间等下去。薛阳犹豫了一下，随后点了点头。我如释重负，刚准备上车，薛阳突然掏出手机：“加个联系方式吧。”我这才想起自己把他拉黑的事情，让我更没想到，这次的合作方居然是薛阳。不禁感叹，这世界真的很小。只是反观这次，薛阳并没那么意外。他对工作向来如此，公私分明，我也省去不少麻烦。可就在签合同时，薛阳突然停了下来。我有些不解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薛阳抬眼时习惯性地推了一下金丝边镜框，他看着我，露出了职业微笑。考虑一下。我愣了愣，发现薛阳好像不一样了。至于哪里不一样，我又说不上来。不过我没有强人所难的爱好，
即便这份工作我付出了100%的精力，可当我走出会议室，薛洋却出声叫住了我。我第一次来江城，秦小姐能带我逛一逛吗？我拒绝不了。公司比较看重这次合作，我也不想因为我一个人的问题搞砸了全部人的努力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江城有什么好玩的。自从来到这里后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只恨不能分身，哪有时间花在吃喝玩乐上？就连现在去哪儿，都还是同事介绍的。幸好这条街有不少美食，也不算白来。我问薛洋想吃什么，我来付款。薛洋倒没跟我客气，找了家人气还算不错的火锅店，可他点的却是我爱吃的。薛洋加了一片烫好的毛肚放在我的碗上。还记得吗？大学的时候，你经常带我出去吃火锅。有一次，那家火锅店不干净，你胃疼了1个晚上。自那以后，那家火锅店就进了你的黑名单。死去的回忆突然攻击我。那是个寒冷的冬天，我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闹肚子。薛洋知道后，连夜给我送来止痛药。明明下着大雪，他披着单薄的外套就来了，还安慰我说不冷。怎么会不冷呢？那可是个零下10几度的冬天。那片毛肚，我可以吃。薛洋没再自讨没趣。和纯粹的大学不一样，这次的我们各怀心事。晚饭过后，我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是我请的保姆。刚接起，就传来他急促的声音：“秦小姐，小宝发烧了。”我开车赶到了医院，医生说只是低烧，不过还是需要留院观察1个晚上。我让保姆先回去休息，自己则留在医院。没多久，小宝就醒了，他乖乖地喊了我一声“妈妈”。是的，我有一个女儿。替她掖好被子后，我哄着她说：“妈妈在，快睡吧。”小宝嗯了声后，又睡了过去。折腾了一晚上，刚想好好放松，电话却响了。幸好来的时候调了静音，不然又该吵醒小宝了。自从当了母亲后，做事总要瞻前顾后，生怕哪里做得不好，委屈了小宝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是薛洋。犹豫了一会儿，起身走出病房接电话。薛洋问我出什么事了，发信息也不见回。我这才看到薛洋的信息。什么事这么着急？我对他撒了谎。工作上出了点问题。谈到工作，我又问，不知道这次的合作薛总考虑的怎么样？薛洋没有刨根问底，只是给了我一个期限，明天再给你答复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让薛洋发来维修费用，薛洋却说不用了，就当感谢我今天带他逛江城。但这是两码事，带他逛江城是因为工作，和私事无关。
我上网查了资料，随后转了5000过去，薛洋却不肯收。彼此僵硬了一会儿，薛洋突然问：“这些年你还好吗？”“当然好。”但我没有回。签合同那天，薛洋比我早到，他执着于我的答案。我朝他笑了笑，从来没有这么好。出于礼貌，我也问了一句。薛洋摇摇头，他说：“我一直在找你。”我知道，刚到江城那年，好友跟我说过薛洋在四处找我。听完我没什么太大感触，可能是年纪上来了，又或者是看开了。见我不语，薛洋摊开那份协议：“阿叔，如果你能跟我复合，我现在就可以签。”我有些无语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从来没有。他摇了摇头，看着我又说：“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些年我还一直爱着你。我承认之前确实做错了很多事，我也尝试过忘掉你，但从再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自己一直忘不掉你。阿叔，我是认真的，能不能给我一次弥补你的机会？”他话音未落，我淡定举起右手，那颗佩戴在无名指上的钻石此刻耀眼无比，刺得薛洋当场崩溃。他泛红的眼眶布满了难以置信。看到这枚戒指了吗？怕薛洋看得不够清楚，我又伸过去了几分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我和你也早就在3年前就结束了。至于合同，我希望你能公私分明，不要因为我跟你的私人恩怨，影响到了为这份工作付出努力的人。说完，我也不管薛洋有没有听清，起身就走。薛洋却追了出来，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看着他。薛洋却说：“不是结婚了吗？那就证明给我看。”阿姨说小宝一直吵着要妈妈，而薛洋这边又甩不开，我只能带他一起过去，正好让他死心。到医院后，我没有看到阿姨，反倒见到了阿姨的儿子。他姓陆，单名一个陈。见我跟薛洋进来，他起身想要解释什么，我率先叫了一声：“老公，孩子退烧了吧？”陆晨愣了一下，很快就配合道：“嗯，已经退烧了。”这位是……我笑解释：“我发小薛洋，出差顺便来看看我。”薛洋绷紧了神经，他只是发小吗？见薛洋不对劲，我连忙向他介绍：“这位是我的丈夫，陆晨。”闻言，陆晨向薛洋伸出右手：“你好。”薛洋没握，却盯着我。陆晨倒也没介意。这时，小宝突然醒了，见到我，他伸手要抱抱。妈妈，我将小宝抱了起来。压抑的气氛让小宝注意了薛洋。妈妈，这位叔叔是谁呀？是妈妈朋友。妈妈的朋友。
小宝似乎异常兴奋，对薛洋说：“你好，妈妈的朋友，我是妈妈的女儿小宝。”薛洋紧绷了神经，在这一刻终于分崩离析。小孩不会撒谎，他的眉眼间也与秦书相似。此时此刻，他不得不相信秦书已经结婚了。这是我女儿，今年2岁了。说着，我将小宝放回床上。小宝乖，妈妈跟叔叔还有话要说，你先自己玩着，妈妈很快就回来。小宝甜甜一笑。好。安抚好小宝后，我和薛洋走出医院。路灯下的我们仿佛与过去重叠。这几年，我想了很多。唯一遗憾的是，没有好好跟薛洋告别。我也总觉得跟薛洋之间不该闹得这么难看，只能说造化弄人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见离医院越来越远，我叫住了薛洋。这下你总该相信我结婚了吧？薛洋脚下一顿，良久，他才沙哑着声音说：“其实离婚那天我就后悔了。我想，就算是绑，也要将你绑在身边。”说着，他捂住了双眼。可我没想到，你已经走了，连给我反悔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没有说话，连一句安慰都没有。临走前，薛洋递了张银行卡给我，他说这是我应该得的。夫妻离婚后，财产各一半。我不要。薛洋执意给我。至于合同，他已经签了。我握紧了银行卡，没再拒绝。祝你幸福。这4个字，薛洋说得很轻松，可我却瞥见了他逐渐泛红的眼眶。薛洋走后，我在路边站了很久，久到都有些麻木了。等我回到医院，陆晨还在。他解释说他妈有事回老家了，让他来顶一会儿。我向他表示感谢，不仅是照顾小宝，还有他帮我骗我薛洋的事情。如果不是他，或许薛洋也不会相信。陆晨摆摆手，举手之劳。我告诉陆晨可以回去了。陆晨欲言又止，看了我一眼，最后什么都没有说。可我没想到他会折返回来。他拿出手机，亮出了2维码。我不解地看向他。陆晨说：“加个联系方式，有需要我的地方随时可以找我。”我婉拒了，他也没再执着。陆晨走后，小宝醒了。他问我：“妈妈，叔叔呢？”我以为他说陆晨，就告诉他回去了。小宝难过地撅起小嘴：“妈妈，那小宝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叔叔？”小宝喜欢他，虽然他不跟小宝说话，但小宝还是喜欢他。我这才知道他在说薛洋，妈妈也不知道。我掖了掖小宝的被子，鬼使神差问了一句：“小宝能不能告诉妈妈，为什么喜欢那个叔叔？”
小宝认真思考了一下，因为叔叔一直看着妈妈，小宝也喜欢盯着妈妈看，因为妈妈漂亮。叔叔肯定也是这么认为。闻言，我不自觉勾唇笑了笑，沉重的情绪也一扫而空。饿了吧？妈妈给你冲奶粉。喝完奶粉后，我轻轻拍着小宝哄他入睡，他却睁着圆溜溜的双眼看着我。怎么了？妈妈？小宝今年3岁了，不是2岁。我笑了笑，在小宝额头留下一吻。小宝记得没错，小宝今年确实3岁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